男嘉宾小张，33岁，来自黑龙江个体，有请张先生，有请。女嘉宾洋洋，29岁，来自黑龙江个体，来，有请洋洋，有请。主持人你好，好。主持人好。今天是女生想来的是吧？是要解决问题啊？对，我们两个是二婚家庭，就是两个人就是处对象的关系，还没结婚。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，他不是那么太爱喝酒，就后期了，就是说我们两个到一个单位了，上班了，然后他就总喝酒，然后喝完了之后回家了，没白天没黑夜的吵。都是有过一段婚姻经历的，是。一些就是温暖嘛，让孩子觉得我这个后妈不是后妈啊。之前我跟他女儿关系挺好的啊，因为什么不好了呢？有一次那个孩子在学校就是在学校里面发生一些摩擦，跟孩子同学什么的。然后那个老师让我去，因为我在那块儿送外卖嘛，人手也不够，然后我就没去。他在办公室里边闲着也没什么事儿，我说你去吧。他去了，到学校了，问题不但没解决，反倒把这件事儿给扩大了。在学校里面，老师跟他说完了这个事儿，在学校里面当着学生他那个同学还有老师面，给孩子一顿说。说完了之后，孩子肯定挂不住脸儿。这人不就这脾气吗？你就是那脾气，有啥事的话，你就是再那个脾气的话，你就是最起码你回家你应该跟他解释一下吧。回家跟他解释，他不写作业去了吗？啊，写作业你就不解释了？不给时间解释吗？啊，什么叫不给你时间解释？写作业你就不解释了？跟他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说你就是跟孩子之间，你没事的时候3个人在屋里面哈吃个饭什么，吃饭的时候咱们可以就是沟通感情了是吧？平时白天的时候见不着，吃饭的时候还见不着吗？听明白了啊。然后孩子吃饭的时候，咱不也唠嗑？孩子，因为我家女儿吧，现在就是有那个皮炎，不让吃辣的，还有那个蛋类东西。然后那天吃饭我就说，我说那个姑娘，我说这个鸭蛋你就别吃了。她说夹枪带棒的说了一句话啊，你在家里能管，你到外面你还能管吗？我那是夹枪带棒，那你不说那种说话的口气就让我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那个意思。我问一句啊，如果这是姑娘的亲爹说这句话，你会跟他吵吗？亲爹说的这句话，我可能就是感觉气氛啊，就是什么的都无所谓了。那为什么他说就有所谓了？但是说他那个脸儿就不行啊，他说话我就觉得特别刺耳，因为啥？所以是你针对这个人说的话，你是有反应的。对，因为啥呢？他本身他俩的关系就不是特别好。那女儿现在对你们这段感情怎么看？我女儿现在不怎么太回家了，就是不想让我们两个在一起了。啊。但是说吧，我觉得3年多了在一起。现在他女儿始终在撮合他跟他前夫。哦。什么叫撮合我跟前夫啊？以前我上班啥的，那个你们就是跟女儿商量好了，跟前夫都那个就是接到家里了，又吃饭又干啥的。那不是接到家里，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啊？那就是我女儿吧，她就是背着我总给她爸爸跟她爸爸联系，然后她爸爸吧在哈尔滨谁都不认识，然后就是把那个行李，她说那个我在外面开车，可能住的是旅店，就是说今天在这个旅店住，明天在那个旅店住，然后东西吧可能就是随身携带不太方便，她就跟女儿说，女儿说行，那你就上我家去把东西放那儿吧，正好赶上那天我感冒我在家，我那天正好在家闲着，也是想去买米买油什么的。然后那个我姑娘就跟她爸说了，说的你看我家这日子过的，米也没有了，油也没有了。然后人家就领着姑娘就去了，又买的米，又买的油，然后买的菜什么的。那你说人家来了，菜也买了，米也买了，油也买了，咱不能给人就直接就给扔出去是吧？人家没说让你扔出，那你就不能说这电话通知我一声吗？啊，那我怎么通知你啊？就是临时决定的，我还得打电话，我先告诉你一声吗？行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啊。
除此之外，跟他们家人的关系怎么样？哎呀，跟他们家人，然后这不是这段时间就是心情特别不好嘛，然后过年回家了，然后就是等于就是说过年什么的嘛，做菜什么的全是我做的。然后初二那天呢，就是家庭聚会嘛，他大爷还有他的老叔什么的都去，然后我就在厨房忙，然后他妹妹和他对象就回来了，开车回来了，进屋了就上炕了，然后我就挺那啥，我就开一句玩笑，我说你看回来了，我说你也不出来上厨房帮我忙活，你说的姑娘回家了，你说是不是应该帮忙做一下饭？我就在厨房就自己在厨房里边自己做那么多菜，2桌，然后我就觉得心里边挺不舒服的，然后那天也确实是喝点酒，那你说我觉得心里不舒服了，我肯定要跟他说呀，他一句我一句吧，谁也没让着谁，然后就打起来了，大初二的在他家就给我打了。我呢就是说的也不是说使劲的，就是故意就是那么拽了一下子，因为的话说话太难听了嘛。这么想来，跟家人的关系我看也一般般了，是吧？现在就是说，已经就是我们2个在一起，毕竟已经3年了嘛，3年多了。然后就是说，涉及到结婚这一块嘛。然后我家里边，我就是说现在就想结，我想有个安稳的家，我不想说是总这样了。你想结婚了？对啊，但是我也耗不起啊。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哦。然后就是说，现在他家里边也是含糊不定，1年推1年的，他自己也定不下来，他自己也含糊不定的。关键是你那个脾气，我就说你始终改，毕竟的话有过一个。我以前脾气是这样吗？我以前脾气是不是这样的呀？离过1次婚了，你说的你始终这个脾气，我家里的话都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那我以前脾气是不是这样的呀？好，这我听明白了啊。相处了几年？3年多是吧？3年多，你们的这个经济是怎么一个处理方式呢？他的挣钱是还都给我。哦，你管钱？对。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状态？还在一起，天天闹着呢，还是已经分开了？然后我们2个现在就是包了份活，我们2个现在他住他的，我住我的。然后现在我们2个就是必须得2个人干，1个人干不了。啊。然后我就把他叫着了，我们2个现在干一份活，反正在一起天天见面觉得特尴尬，还不如直接就是说把这个事儿整明白了，直接就是。等于你们俩的这个情侣关系现在是处于半分手状态是吗？对。啊，但是活又在一起干活，对，所以难受。对。今天来要处理这个关系是吧？对。你什么意见啊？对你们俩这段感情？我俩毕竟3年多了，可能分手的是不可能。我就希望他把那个脾气稍微改一改。这哪能改呀？这个改不了，你就是说的，哪怕的话，你回到我的家里的话，你稍微装一下也可以。哦，好了，现在这是真是进入到了一个恋爱到日子的一个状态了，对吧？对。这个日子里面牵扯几个磨合，女生跟男生大家庭的磨合，亲人的磨合。对。 2个都曾经有过婚史和孩子的这个爸爸妈妈的一种磨合，孩子之间的磨合。你们听听老师的意见，给你们支招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进入信仰 APP 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周群老师。生活真是不容易啊，一地鸡毛是吧？但是我觉得生活也挺好的。其实看到女生在这一边跟你说，一边流着眼泪，我就知道她心里有你。我想再问一下女生，你们俩现这样是不是就好一点？我一提到他家人，他就跟我就是反正是就是也急了是吗？对，再换个方式，你是不是说的方式也有问题？我可能是说的就是比较。你觉得你脾气着急吗？
我这人脾气，反正就是有什么事儿了，我碰见这个事儿了，我就是觉得不对了，我就必须得说出来。你把这脾气改改，你说他钱都交给你了，咱稍微把脾气改改，不行吗？行，泥瓦匠，泥瓦匠的工作做得很好，这小抹子抹的。我觉得不着急，这个都是小缝，可以抹平，好吗？对。好了，谢谢周泥瓦匠，来，徐泥瓦匠。周老师，生活当中有一类人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生活的特别用力的人，他们脾气非常暴躁，跟别人很容易亲近，动不动就掏心掏肺。一旦要是对一个人好起来，好的不可救药。但是，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有回应才行。我给你强烈的爱，强烈的关心，强烈的掏心掏肺，你也必须这样对我。如果你不这样对我，我就会恼羞成怒。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这样的脾气的人，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你的标准。但是每个人回馈对方的情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人是强烈的，像你这样的；有些人是那种漫漫长情的。你时常以你自己的想法
来想别人。就像你自己想的，我对你儿子那么好，那你应该这样对我女儿吗？事实上，他对你女儿，称不上太好，也称不上不好。而事实上，你对他儿子的那种好，我认为好是好，但是尺度有点过了。生活是慢慢过的，平淡之中。其实听起来是你特别着急再婚，是要给女儿找个依靠，还是给你找一个依靠？可能是我自己太对呀有安全感了。对呀，所以其实很简单，你要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伙伴，我指的是工作伙伴，你们就好好在一起工作。你要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伴侣，你们就好好的谈恋爱，先把这部分切割了，因为你们没有能力去解决这样的事儿。就是没想清楚吗？那很简单嘛，现在的焦点就在这儿了嘛。别在一起做事儿了，恋爱都谈不清楚，还在一起做事儿，双重的困扰，你们更麻烦。所以啊，别急了，沉一沉，放下来，再看一看。行。如果你还真的觉得这个女人特别好，那这个问题你去解释。一个带着女儿的女人需要你什么？你能不能给？你不能给到，你远离人家。你也别说她脾气好不好。到这个岁数，应该现实和务实一些，好吧？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刚才听评委老师也说了不少，毕竟咱俩是3年多的感情了嘛，我回去会改的。我的脾气，对女儿的态度，以后你就是说，看吧，希望你能给我一段时间。你的脾气，我希望你的脾气也改一改，毕竟让我家里人稍微认可一些。咱的婚姻也是很快就会结的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，给我点时间吧。有可能脾气会改好，有可能会不会改，因为人的本性嘛。在一起3年多了，其实心里也挺难受的。请亮灯啊！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好了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请开门。就在一起。来，有请我们小花同学试试。好了，我
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我错了，希望你们给我点时间，我更应该对你们好。在我以后一定会对同样好的。陪你叹息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抱紧，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，不想确定日期，拉长幸福距离，来填满回忆。来，请亮灯吧。在爱里好好对人家啊，会的。未来变得那么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。